目前在以色列用手机来支付和计划乘坐公共交通是最方便的方式。我在这个视频中将来介绍其中一个应用程序，让你很方便的、很顺利的使用以色列的各种各样交通工具。那么，如果你正在计划去以色列旅行，你可能会想看看这个视频。几年前，以色列取消了公共交通支付现金的方式，随后我们有了一种卡片叫 Ravkav， 作为支付公共交通的主要方式。使用 Ravkav 是有点麻烦，你首先在服务中心或者线上申请一张卡片，一旦获得这个卡片，你需要在上面存入一定的金额，然后在搭乘公共交通的时候要随身携带的。万一忘记或者丢失了这个卡片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此外，如果你想享受优惠票价，你必须提前购买的。现在依然有很多人在使用这张卡片，但是已经有了更加便捷的方式搭乘公共交通，就是你的手机。你不需要担心携带卡片的问题，也不需要在它上面充钱或者提前购买优惠票，就是在月底根据你的使用情况按最低费率结算费用。在哪里能使用的？公共汽车、火车、耶路撒冷的轻轨。当特拉维夫的地铁和轻轨开始运营的时候，可以在其上使用的。还有海法的缆车和地铁。从应用商店下载 Ravpass by Hop-on 这款应用，填写你的信息和信用卡号码，就可以开始使用的。计划你的旅行，输入你的起点和目的地，你将得到不同的路线选择，行程的预计时间，包括每个选择的价格。你还可以设计搜索的出发时间或者到达时间。选择某个结果后，你可以在地图上查看它。你也可以通过线路号码进行搜索，在地图上查看路线或者查看列表。如果你正在等公交车，你可以在地图上看到公交车的实时位置，这是确保你正在观察线路的正确方向。搭乘公交车，点击使用 Ravpass 支付的按钮，选择公交车的二维码。在你上去公交车的时候，要扫描二维码，屏幕上会显示公交车的线路和车站的地点。如果不正确，需要更改为正确的路线和车站，然后选择目的地的站点并批准。应用会生成一个二维码，它就是你的车票。需要的话，向售票员出示即可。耶路撒冷的轻轨，点击 Ravpass 按钮进行支付，选择轻轨。应用程式将自动识别你所在的车站，选择乘客人数，并确认付款。屏幕上将显示一个二维码，这就是你的车票。目前耶路撒冷轻轨只有一条路线，但是还有几条路线正在开发中。目前乘坐耶路撒冷轻轨的票价是统一的，不管你要经过多少个站。特拉维夫地区的轻轨和地铁的第一条路线终于在5月底将来开通，同时还有几条路线正在建设中。在我拍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它还在进行测试运行。在它向公众开放之前，该轻轨网络旨在成为整个特拉维夫大都市区的主要公共交通的方式，以增强特拉维夫与周边的城市之间的连接。当它开始运营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用该应用程序支付上轻轨的费用。
乘坐特拉维夫轻轨的费用是根据距离，15公里之内的费用为5.5谢克尔，超过15公里的费用为12谢克尔。因此，可能用这个应用程序需要选择目的地站，类似于搭乘公共轿车的方式。搭乘火车，当你搭到了火车站的时候，点击 RAVPass 支付的按钮并选择火车。该应用将自动识别你所在的车站，如果不正确，你可以确认更新上车的站点。应用会出现一个二维码，这个二维码在进站站口的扫描器要进行扫描。现在你可以前往你的火车站台并登上火车。在你的旅行结束的时候，当你达到了目的地，按下我下火车的按钮，应用会自动识别你的车站。如果不正确，你可以改正确的车站。确认后，应用程序将生成一个二维码，在出站口的扫描器扫一扫，你就可以出火车站了。乘坐海法的地铁或者缆车，应用会自动识别你所在的车站，选择乘客人数并选择付款。应用会生成一个二维码，这就是你的车票。你也可以用 RAVCAV 来租用共享的自行车或者电动滑板车，但我认为该特定的用途有其他的更好用的应用程序可以用的。应用程序的市场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案，比如说 Moovit 还有盘果。盘果主要的用途是付停车费，但是你也可以用它来付公交车的费用。它的缺点是它缺乏计划行程的能力。Moovit 是另外一个流行的应用程序，非常类似于 RAVPass， 但是我在拍这个视频的时候， Moovit 这个应用程序的英文翻译还不是完成的，有一些地址，有一些车站还是出现在希伯来语。目前最好用的应用程序还是 RAVPass by Hop-on。 使用 RAVPass 的另外一个巨大优势，你不需要提前购买打折票，比如说日票或者月票。如果你超过了某个特定的车票金额，你将自动按较低的折扣票费率收费的。有什么缺点呢？你必要有手机的联网才可以用这个应用程序。第二个是，你可以将应用程序的语言设置为英语，但没有中文的。就是这样了，谢谢你的收看。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，点赞、分享，我非常需要你的支持。下次再见，拜拜，Shalom。